谈，我们不是所有鞋款都推荐你买单，特别是那些比球员版差了非常非常多的市售版，因为非常差的市售版可能会让你的健康为球鞋买单。如果说完这些你都还想看，那么这个视频你就不要关。我们今天来说一说欧文5代的球员版到底比市售版要强多少倍。这个呢并不是因为有人告我们，而是呢我们在我们自己做欧文5的体验那一集就说了，我们想自己做一集球员版的评测，如果大家同意的话就打1或者打2，反正很多人都说想看球员版，那我们呢就花了3万块钱从美国买回了一双欧文自己本人在训练时亲自穿过的球员版，就是想告诉大家它比我们的市售版到底强在哪儿。主要就是它的抗扭，你看啊，你看，哎呀，我怎么弯都弯不动啊！但你看这个，我们只要让它轻轻的一弯，它就弯着了，然后你反向扭也是可以扭的啊。那抗扭有多重要呢？我觉得也不必非常非常的去浓墨重彩的说，一就是它控制鞋身的左右形变，二就是让这个鞋前后形变也会能控制住。如果控制不了的话，我们认为呢对你的脚会有很大的伤害，所以我们才专门做了这一集，为了就是打耐克的脸啊，打这个钩子脸，啪啪啪啪啪啪啪就打他的脸，就告诉大家耐克是有多么不良心，在一双发售量这么大，可能是上百万双的这个量的那个鞋上取消了抗扭片，去贻害了多少人的健康，而在他真正在欧文脚上穿的这一双，他是不敢这么干的，而这么干呢，完全就是为了省钱。很多人会问我嘛，什么是球员版啊？是不是 PE 配色？球员配色就球员版？不是的，球员版是球员亲自在脚上穿过的原味的，这个是欧文原味的这个球鞋，它的里面你能看到有鞋标，是写着欧文的 size 12，然后12码，然后呢会写 carry 5，还会写它的这个颜色，下面还会写 promo， 还会写 season， 2018年。这是我们已经拆解的这个欧文的球员版。我的爸爸的奶奶在小时候说书的时候，他跟大家说费了9牛2虎1龙之力，才把这个鞋给拆解开来。因为我们找了我当时在飞翔的汉子那里学习球鞋定制，然后他正好有这个相关的工具。我之前呢是在自己的办公室用常规的方式用烤箱去烤，想把它烤化掉，然后撕开。证明不行，球员版可能胶水力度各方面更强大，然后我们就把这个鞋带到了汉子的工作室，然后汉子用专业的烤箱，然后用那个非常专业那个针管那个打针的那个针管去滴那个解胶剂，然后用那个加热的那个叫热风机，一点点把这个球鞋给拆解开来，拆解成了下面这几部分。当然这个鞋垫是不用拆解，鞋垫本人欧文本人的这个鞋是不带特殊鞋垫的，就是这个普通的奥斯莱的材质的这个鞋垫。好，然后这边呢，本来是有它欧文本人的标志的，这里已经被穿掉了。鞋身其实跟那个差不多，这边呢厚薄程度也跟市售版差不多。这里呢后跟的 TPU 的支撑呢会比市售版的稍微好一点。市售版这里是比较容易捏下去的，然后球员版的这里会稍微再硬一点。然后我们再看里面就是我说的这个鞋标是跟大家平常看到的应该是完全不一样的有很多其他的信息。所以大家千万不要把球员版和球员配色版搞混了，只有特殊的鞋标的才是真正的球员版。后跟这里是没有气垫的，我们把这里挖了一大块，发现里面没有气垫。我们本来在想是不是欧文本人的版本后跟会有气垫，但实际上也是没有。然后你再看这个中底部这个里面也是个黄色的注胶孔，就证明这个中底部是直接透到了 phylon， 下面是没有气垫的。如果这个注胶孔下面是个透明的层，那很有可能这个下面就是有气垫。然后这是欧文球员版的气垫，它是带有一定的弧度的，也是我估计跟那个市售版本的也差不多吧，但是我感觉面积还是挺大的，然后带有一定的弧度。这就是它的碳板，鞋底是在这个位置，对吧？我们把这个鞋底费了9牛2虎1龙之力，这样把它拆开之后，发现里面有个这么大的碳板。好，大家可以观摩一下这个碳板，这种碳板我是最喜欢碳板的人了，所以我拆出来以后就很兴奋。那么拆到这里，大家就能看到它的厚度，这个碳板是非常清脆的声音。然后到这里呢，还会有贴合那个气垫的那种弧度，就专门为了贴合欧文的这个气垫的这个部分，我觉得是这种褶皱部分的一个弧度。所以这个碳板是超级厉害的，又长又异形，它这个长度一直从前掌覆盖到了足弓的后面，就是耐克这个沟的后面，
所以你这样弯是弯不动它的，看到了吗？然后它的厚度有多厚呢？我现在拿一个油表卡尺给大家量一量，按紧啊，1.7、1.6、1.69、1.68，我已经很用力了啊，用力往前推了1.68。那么一般的碳板是多厚呢？我们找一块，比如说上次阿玛鲁寄过来的碳板，这是他们已经加厚过的碳板啊。加厚过的碳板，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碳纤维纹路吧，对吧？这里是露在外面的，这是露在里面的，这个才是它真正的厚度。碳纤维板一般在外面再会覆盖一层那个树脂，让别人觉得更厚，然后保护这个碳纤维板。但实际它的厚度其实是里面这一块。量一下，1.1到1.2之间啊，这个厚度1.16了啊，所以你看没有动它1.16，所以你可以看到欧文的这个碳板。比阿玛鲁加厚的碳板还要厚，厚出来大概是30%吧，大概厚了30%，比一般的，对吧？气垫呢，6.2，我这个气垫去开的，所以它整个这个碳板，当气垫放在这里的时候，你踩下去会感觉踩在一个 flat speed 一样的一个板子上，然后整个这个鞋也会有很多推动力。那如果这个鞋像这样的试手板没有碳板或者是一个硬物，比如说 TPU 的支撑，那这个鞋到底好不好呢？肯定是我们认为是不好的。但是呢，在网上会有很多人杠我们啊，说我们非常注意这个东西，太苛刻了什么的，会有人也有同行因此来杠我们什么的。特别是当我们发了这个鞋能这样牛以后，那个像一些特别大的什么微博号啊，都会来主动来杠我们啊。当然那些一般都是充值媒体，他们可能会为了这个欧文5的这个发售啊，保驾护航，非常不想让市场上出现这样的抵制或者是反对这双鞋性能好坏的一个声音。那为此呢，我们就找了一些资料来告诉大家为什么这个鞋啊不能够被这样掰。首先我们找到的是最早的 Kicksology 的一个博主，他当时在很早的一篇文章中就说过了，像艾弗森的一个支线款是不可以，是他提出来是不能够被这样弯着的。但如果是被这样弯着，你可能会得足底筋膜炎那这个人就是 K 教授，当时给了这双鞋，当然那双艾弗森的鞋很低的评分。然后呢，他现在是耐克的研发的设计总监，他引导了整个这个 team， 比如说研发了 Nike React 跑鞋，还有 Nike 的 Hyperdunk 2017的款式，所以这个人还是很厉害的。这是一个例证。那第二个呢，其实在找资料的时候，我又发现了新的证据啊，也不说证据吧，就新的支持我们的这个证据。就比如说 Finish Line 是一个美国的球鞋购物网站，然后它还会有时候还会和耐克、阿迪搞联名啊，做一些联名款，也是比较资深的了啊。它会有一个球鞋名词解释的一个专栏，一个博客，然后那里面就提到了这个 shank plate、carbon shank plate， 其实这个就是这种玩意儿啊，在鞋底足弓做支撑的。它就在中间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是英文啊，我给大家念一遍。他还提到的就是说shank plate 的重要性，首先提到这个东西重要性，然后就是它有一个特征是不可弯折的一个特征。他说 It keeps shoe from folding over on itself. Try bending your shoe in half at midfoot. If you can, you don't have a good basketball shoe. 就如果你能这么折的话，那你的这个鞋就不好，懂吧？他就是说，如果你从足中部你这样弯，你能够把它弯折，那这个鞋就不好。然后在国外的 YouTube 上，我还找到一些视频，那个比如说有一个视频是美国的一个足踝的一个医生，专门搞这方面医生，他说他如果给他的病人推荐一些鞋，运动鞋，他就不会推荐这里能够弯折的运动鞋，还包括前后左右扭很容易扭动的鞋。 One of the most common things my patients ask me about is how to select the right shoe for their foot. Tests that we can do. One, we can flex the shoe like this. Your foot is supposed to bend at the ball of the foot, not in the middle, like you see here. The second is twisting the shoe from side to side. If the shoe is floppy like this, it's going to let your foot twist easily from side to side. And the third is how stable is the heel in the back. And when this is soft and flexible, it will also provide less support. So after reviewing these three tests, this would not be a shoe I would recommend for my patients. Let's take a look at another athletic shoe. In this case, when we bend it from front to back, we can see that no matter how hard I push,
it only bends in the ball. When we twist it from side to side, it takes a lot of force to move it at all. And finally, the heel counter, the back of the heel, is very stable. This shoe would be one that I would definitely recommend. 这你看，我都没有学过医学，也没有学过任何运动康复学什么的。但是你看，我们穿过那么多篮球鞋以后，我们的感受是殊途同归的。我们自己去掰鞋，想去测试它的方法，很土味的测试方法，其实跟真正这些医生啊、专家的那些方法都是一样的。还有之前在北京电视台的那个健康之路的那个节目上，也有北京的大的医院的医生做了这个动作，说如果你要穿这种鞋啊，肯定是不行的。然后我们在之前的那个打脚的那集视频中，也请一个上海体育学院的运动康复专业的小哥学生跟我们说过，也是同样的道理，能这样弯着的鞋就是不行的。所以我不知道为什么还有那么多杠精要来跟我们去杠。那些真他妈是傻逼！我们是为了保护你的脚，保护你的健康，你却觉得我们是在博关注。我他妈真是有病！我要博关注，我脚上一个跟腱断裂了，这么大一个裂痕，我肾上长肿瘤，长了肿瘤，这么大一个刀疤。在我觉得运动和健康非常非常有必要关联在一起的时候，我才会做节目，做这种比较明显的这种测试，告诉大家保护自己的健康是最重要的。我他妈要是为了钱，我早就不干这个了，知道吗？我以前在电视台做记者、做主持人、做歌手，干哪个不比干现在这个赚钱？对吧？我又不做那种卖椰子的鞋贩子，我不去炒鞋，我现在做的东西完全是在亏钱。我不知道他们到底是要刷什么样的存在感，然后为什么一定要人怼人，他们才觉得非常开心。5 young Chinese directors have won awards for Best Documentary Proposals at the Shanghai TV Festival. The award ceremony just wrapped up an hour ago. They were chosen from 300 filmmakers who had to propose a film about time to show the change in people's lives, the innovation of culture, and social development.回到欧文5这双试售版的鞋子啊，就做一个非常简单的测试，你就能够知道为什么这双鞋不够好，然后它缺的东西是什么。比如说欧文的球员版，大家看这个鞋，它的中底因为有碳板，所以非常牢固。它的足中部是不会任意弯折的。当你手，比如说你用手或者一个硬物，或者你在我的钢琴上这样模拟是一个地面的话，你这样往下一压，你看到吗？你是压不动的，你用力往下压不动它的足弓。这是普通版的欧文，对吧？我们把它然后中间没有特殊鞋垫，我垫的是普通的欧文自己的鞋垫。好，然后这样往下压，你看它是哪儿折？它是足中部那个足弓那里折，它该弯曲的这个前掌弯曲点没有弯曲。它反而是在足中部受力。那我们再换一个鞋垫，我们换赞斯特的鞋垫，又拿出来了，不是给它打广告。我觉得这个日本产品卖的太贵了，200多块钱。其实这个东西的成本就他妈10几20块钱啊！如果我们自己要做鞋垫，我觉得可以做的比它更好，比它更便宜。这是因为它这里有足弓的这个 TPU 支撑片，然后后面还加了一点点缓震泡棉，前面也是的。然后我们把这个塞在这里面，给大家看看啊。
塞进去。这个实验也很简单，你再往下摁，看到哪里在折吗？它足中部就折不动了，看到吗？好了很多，然后前掌会有弯折，看到吗？你这样挤，前掌会弯折，足中部会非常的硬挺。我再拿出来，再给大家看一看啊，我又换回来，换出来，我把这个软不拉几的 Ortholite 塞进去，你看它就弯了，对吧？所以这样的弯折会对你的足弓产生不必要的负担，那这种负担呢，其实会拉伤你的足底筋膜，对你的足底筋膜有很大的伤害。但是这种伤害是日积月累的，并不是说突然会爆发出来。只有在一些什么呢？本来足底筋膜就有点伤，足弓就有点不好的人的情况下，才会有这种感觉。所以我用右脚穿这个鞋，如果不穿鞋垫的话，我穿进去我的足弓立马就会开始疼痛，走路的时候、打球的时候会开始疼。然后为什么我前段时间穿这个鞋试这个鞋，就是为了试一试它穿鞋垫，然后再穿这个鞋会有什么样的感觉。那我果然穿了这个鞋垫，穿它还能够打球，能够走路，足弓都不会有任何的酸痛、刺痛。但是如果不穿鞋垫，我穿这个鞋立马就会感觉到刺痛。然后呢，我同时也穿了这双鞋试了一下，如果我穿这双鞋走路，稍微打球，也不会觉得有任何问题。我觉得我的足弓非常非常舒服。所以有没有抗扭，有没有这个硬物做足弓的支撑是非常非常关键的。然后我们再看一看其他的鞋款啊，举个很简单的例子。为什么我说保罗乔治的鞋这一代非常好，就是因为它足中部的刚性很强。我不管是它这一块加了 Phylon 的支撑，还是它鞋底有任何的可能的 TPU 片，总之它的足弓的硬度是非常强的。你让我这样去怼，使劲的去怼，它都是前掌在弯折，但是它足弓不会有任何的弯折，看到吗？左右抗扭也非常好。所以我觉得这是为什么这双鞋跟这双鞋虽然价位都差不多，甚至它可能比欧文5还便宜100块钱，都推荐它的原因，就是它足够对你的足弓起码有足够好的保护。但是欧文5基本上是可以说是没有。其他的鞋就更明显了，对吧？这是底部有承托片的，你这样去摁，你看它哪儿都不会动，前面稍微弯一点点，在我的钢琴上这样试啊，根本不会动，非常非常的硬挺。那有这个碳板的就更不用说了，对吧？我都知道，你这样去摁，你看它哪儿在弯，都是前掌在弯，足弓中处是不会弯折的。所以有碳板有 TPU， 不管是外置内置，中间只要是强度刚度够，它都会对你的足弓产生应有的保护，不会给你的足弓带来更多的额外的负担。啊，这也是为什么说Professor K 在他的那个评测中说，如果你不想足底筋膜炎的话，就不要穿这种鞋。如果你真的想穿这种鞋，那你就要小心，你可能会得足底筋膜炎，这就是一个潜在的保护。大家懂了吗？我其实光我个人的感受还不够，我把这双鞋呢，其实分享给了其他的3位朋友一起去尝试。有一位呢是我们自己的同事，穿了这个鞋，感觉这个 Zoom 的推动会特别大，因为这个碳板在，然后穿了以后会非常舒服。还有2位呢是粉丝，之后会放他们的视频，然后我也不会剪辑，然后告诉大家他们对这个球员版的感受，是不是说球员版普通人穿都穿不了，觉得哇操太硬了根本不行，还是说球员版真的能让普通的消费者、普通的篮球爱好者也能感受到它的优势，而且是特别明显的优势这个大家待会儿就会一目了然。它比市售的后掌要软，而且它这边有碳板整个，就是我觉得能增加我的弹跳力对我来说。然后它前掌，我觉得这个 Zoom Turbo 和市售没差多少。但大概是因为前面几场有人穿过了吧，反正我觉得比我市售的高上脚要稍微弹一点。它整个鞋楦不像亚洲版的，这个美版的都这样，它就是偏窄嘛，不像亚洲版那么宽。其他我觉得差不多了，反正我觉得这个碳板非常的有用，这个碳板。好鞋。跑步的时候有什么感觉？我就觉得它这个碳板啊，我不知道有没有人跟我一样，我就觉得它能增加我那个跑步的速度，因为它这个东西硬的嘛，我这样一步步走过去的时候，它能加快我的脚步，然后它这个抗扭也不错，反正我觉得这个鞋非常的好。
你普通版的已经穿过了是吧？普通版我穿过几次了，就是差别很大。因为普通版的我没穿几次就卖掉，我觉得这鞋不舒服。EP 的。哦。美版的还在路上，我还没寄到。但是我朋友他穿过美版，他跟我说美版的美版就这样的嘛，偏窄，所以说很舒服，不像他 EP 的特别宽前面。后跟呢？后跟我觉得它比市售稍微软一点，后跟。我估计是材料关系，因为市售的捏起来比这个要硬。至少那双黑魔法是这样的，一双黑白的。其他就没啥了。非常感谢孙老师啊，这个我也是他的这个狂热的粉丝，也是最近成为了球友啊，然后很激动。你看我这个手还在抖，打完了到现在，就是我这辈子都还没有想过说我能穿上这个 NBA 超级球星亲穿过的一双鞋打球。今天晚上骑了一个晚上，我觉得非常棒。然后因为我自己本身有一双欧文5的 Taco， 然后是美版的非 EP， 然后正好这双是一个球员版。然后之前这个孙老师也是在网上。也给大家这个实拍过，就是球员版实际上里面是有碳板的。那么我今天体验下来呢，我觉得跟我自己那双相比的话，首先从材料上来说，我觉得它那个后跟的那个缓震，虽然它可能也没有气垫，但是它那个飞龙那个材质明显调教的要比就是普通版就市售版还是要稍微软一些。就是我的膝盖，在不垫这个鞋垫的情况下，我觉得还是相对来说没有那么的震恼人。就是之前也有拍到过，就是有一点震，但是不至于疼。但是那个普通版确实是不垫气垫的鞋垫的话，确实会有点疼。那另外一个感受，因为这双鞋是46码半的，然后跟我脚是偏宽的，所以说这个瘦版的脚正好是跟我的脚比较吻合，稍微大了一点点，但是对我的实战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我今天穿的是比较厚的袜子。那总的来说，我是觉得欧文5这双鞋，我也跟陈老师说，我是觉得对急停跳投是有加成的，就是。我不知道有没有拍到一些，就是说这个不管是急停的3分球，还是这个急停的中距离，实际上对这种突破后的急停的这样一些类型的球员，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一双实战鞋。但是这个大体重，像我这种，我是因为我的体重是现在瘦下来等于175斤，那基本上比欧文稍微瘦一点点，但是实际上穿它时间长了还是膝盖会有点酸痛。虽然我已经穿了护膝的状态下，我的这个年龄也不是特别年轻了，所以可能年轻的轻体重的后卫比较 OK 一点，但是对大体重的锋线，像我这种算是锋线球员、锋卫摇摆人这种来说的话，可能并不适合长期实战。那么就是偶尔体验一下它这种加速过人的快感。那我觉得这个前掌的这个大面积的这个气垫，实际上对突破型的选手来说还是加分蛮多的，就是它会让你时刻有向前冲的欲望，而且它两侧的这个纹路的上翻，确实是包括这个上翻的区域，实际上也会被它的气垫覆盖到。那么对就是各个角度的就是对这个各个角度的这种变向突破，就是你身子歪到很大幅度的一个程度的话，你还是可以在这个底面就是磨开的情况下，还是能牢牢的抓住地面，基本上全程是没有什么打滑或者这种控制不住自己双脚的这种情况发生。我觉得这种对就是地面流的这些选手，就是突破变向速度型的选手来说，我觉得这双鞋确实是一个比较好的一双鞋。那总的来说，就是我其实之前也是看这个孙老师的这个推送，那么我也是期待了很久这个球员版跟这个普通版的这样一个差别的这个体验。我是觉得这双鞋实际上。我跟陈老师也说，我觉得因为球员版的鞋，实际上它并不是为长期打球这种长寿命的耐久性去设计的。因为很多 NBA 球员大家也知道，可能也就打个1-2场、3-4场，可能这双鞋他就不用了，或者送掉或者干嘛。所以他们这个材料，实际上这个后跟的这个飞龙，因为它调教的比较软，实际上我现在穿的时候，我已经觉得已经有一些没什么感觉了，就是它已经基本上被踩扁了，已经没什么回弹了。那么但是市售版呢，因为这个。相对来说它硬一点，可能它这个可能能让你穿的可能更久一点，这是我对这个东西的一个简单的一个体验。那对抗扭性上来说，我觉得那我之前也是把我那双也稍微用点力掰了一下，我发现确实能掰动。就是之前也是网上有传闻说这个美版的这个非 EP 的也有碳板，跟国内市售版有差。那么现在看来好像这个
不是这么一回事情。但是这个球员板确实实打实的，就是这个孙老师大家知道，这个力气还是比较大的，他也掰不动，我更是掰不动。那么确实它是有这个碳板在中间的，那实际上对你这个两侧的这个稳定性，我觉得跟我自己那双体验下来，我觉得这双我更敢做动作，就是对我这个脚下的这个稳定性和支撑，就我自己的就是有点像那个鞋跟人合一的这样一种感觉，因为本身这双鞋的包裹性，我相信大家这个体验过这双鞋的人都有所感知。它基本上，我觉得从我个人，我今年其实也买了蛮多鞋的。说实话，我也在横向的比对体验，我是一个非常这个球鞋的爱好者。那么我的感受是，这双鞋确实是包裹性上来说，可能是2018年所有球鞋里面做的最好的。那么加上如果这个球员板有这个碳板的情况下，那基本上你就可以做到这个除了后跟的这个缓震减配这件事情确实，或者说就没有这个配置这件事情确实是比较可惜以外，我觉得其他方面这双鞋确实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尤其球员版这双来说，确实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鞋款。今天就是也是非常而且我今天晚上也是跟我自己的这个普通版，然后包括我的这个韦德之道7啊，还有我也买了一双中古的这个。Shocks BB4， 那么也是做了一个横向的一个对比评测。那么实际体验下来，就这双鞋最跟你的脚，就你穿上它以后，你基本上不用再担心和顾虑其他的。就其他那些鞋，要么就是后跟太硬啊，要么就是有些压脚背啊，或者说这种这个重心过高啊，各种各样的这样一种，就感觉不是特别完美的这样一个情况。但是这双鞋真的，我觉得这个。如果能留下当然是最好，但我知道这个不可能了这个，但是这个就能有这样一个晚上的体验，我觉得也是非常非常满足的一件事情。这个也是希望以后能有更多的机会体验到更多的球员们。当然，这个对孙老师的成本也是比较大的这个影响好了，这是我一个今天晚上的一个简单的体验，是非常感谢七个鞋坛，也是非常感谢这个孙老师给这样的一个机会。那么这也是我带来一些我自己的一个简单的感受，也希望能够对镜头前的各位朋友能够有所帮助谢谢大家。所以我们的结论就是，球员版跟这个市售版的差别实在是太大了，不管是在用料上，还是它的鞋身刚性，还是抗扭强度，甚至是那个推力上，都会比市售版好很多很多。所以在耐克篮球鞋卖的第2好的鞋上做这样的减配，然后让那么多的消费者都可能健康受到潜在的损害，而且性能上得不到原版原汁原味的这种体现，我觉得耐克是非常不良心的。那是我们第一个结论。第二个结论就是，如果你增加一个 TPU 片，其实可能只要几毛钱的成本，但是在100万双的数量上来说，可能就是耐克能够节约那么100万元的这个钱。那还有其他的，像 Kobe AD 也没有抗扭片，那可能它节省的钱就是成百万、成千万的这个cost， 这个产品预算可能在它的财务报表上呢，到时候会显得好看一点。所以我就不知道它为什么要省这么一点钱，因为耐克是一个运动用品公司，说实话，按道理他们应该是把消费者的健康还有运动爱好者的健康保护放在第一位的。但是在这个案例上来看，我觉得耐克他们是把钱放在了第一位，因为他们每年的营销啊、市场经费啊，给那些充值媒体做宣传那些费用啊，已经超过了数十亿美元，但他们花了那么多钱都不愿意多花个几百万、几千万，在中间加个塑料抗扭片，他们都不愿意，那就更别说要换上碳板。碳板的成本可能是塑料抗扭片的10倍以上，就他们都不愿意花这些钱，几千万甚至是几个亿来改善这个球鞋的性能，反而愿意花每年递增几%好几的这个营销费用，在市场上砸钱去请代言明星，给那些流量明星付费，去给那些假的那些流量的那些号做宣传，给那些说假话的那些球鞋媒体去做宣传。与此同时，我们还不能够忘记2011年耐克把这个 Hyperdunk 的那个气垫取消了，在前掌没有气垫，但是在国外的版本中前后都有气垫。而且呢，他们还把当时爆料这个的媒体龙七给成功的招安和收编了。那大家现在看到的一个球鞋店叫念3，在上海和北京都有的球鞋店，他们的背后老板和龙七的背后老板都是同一个人这是我自己用天眼查那个 APP 查到的。所以通过这样的方式，一边是公关这个市场告诉大家我们这样做其实没什么，我们会赔大家钱退大家款，一方面他还在招安爆料这些东西的媒体，把他们变成充值媒体。我觉得这样做也是非常不认可的，让这个市场上少了一份又一份的这个真实的声音。就好像说我要爆料你，然后我就花钱给你招安，然后我们来一起卖鞋吧，然后就把念3变成了他们的 Energy 店铺，然后成为了他们的代理商。那从此以后我们也再也看不到特别劲爆的龙七拆解，于是后面就有了快船拆解。那说到这里呢，并不是让大家抵制耐克，因为耐克的鞋还是有好的，比如说 Kobe AD Made 我们也推荐过，价位其实跟欧文的这个鞋差不多，中间有一个碳板
然后穿的人也很多。我们只是要告诉大家，不要盲目的崇拜和迷信耐克，也不要被他的商业广告和商业充值媒体洗脑。在自己选择球鞋的时候，要有独立的精神。而且，当你看到有人用独立的精神来跟你做见解的时候，你千万不要去嘲笑他，更不要去攻击他。另外，在道德底线上来说，我觉得阿迪比耐克要好很多很多啊。他们在所有的篮球鞋中都有抗扭片，都不会把这个鞋折成这个样子。另外呢，在耐克省了在几百万双鞋上省了成本，省掉 TPU 成本的时候，阿迪达斯已经在制作并生产并销售100万双的海洋垃圾回收来的这个运动鞋了。他们已经在考虑人类的这个生存了，但耐克还在害人。所以这两个品牌的境界是完全不一样。在耐克还在坑人的时候啊，阿迪已经在想如何，对吧？去早一点，去晚一点，让人类毁灭，或者是说拯救这个人类了。一个还活在这个像耐克还活在是眼前的苟且这些蝇头小利，而阿迪达斯已经在考虑人类的诗和远方了，完全不一样。另外，我们也呼吁更多的球鞋媒体要独立的生存下去，不要像龙七一样就被招安了。如果你是继续在评测独立的评测，你就继续独立下去。然后站着把钱赚了，先做内容，然后慢慢的呢养活团队。因为做媒体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把脊梁骨给挺直了大家千万不要像那些充值媒体一样，为了获得更快的消息、更独家的消息，就只说好话不说坏话，然后跪舔耐克，然后与此同时呢还要骂我们，来攻击我们这些说真话的媒体那其他的独立的球鞋媒体，我希望我们都能够站在一条线上，然后我们一起坚强友好的走下去。还给中国潜在的14亿运动鞋消费者一个更相对更透明、相对更公平的一个舆论环境，一片相对没有污染的天空。好了，极客鞋谈这里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期再见。极客鞋谈，我们不是所有鞋款都推荐你买单，拜拜。